你是否正在纠结，自己明明上了好多节舞蹈课，可为什么不见一点长进？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就不适合跳舞？在过去的15年教学中，我见过无数这样的学生，其问题并不在于舞蹈天赋，而多是掉进了以下这5个常见的学舞误区里。如果你不首先把他们纠正过来，不管你多努力，都只会是浪费时间。好在今天呢，我就带你们来复盘一下这5个大坑。更重要的是，分享我亲自总结的可以帮你逆袭的学舞方法，即使是我那些起点较低的学生，也可以通过他们来稳步提升呢。准备好进步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吧。OK， 这第一个问题非常普遍。这么说吧，想象一下，如果你学钢琴的第1节课，老师就让你直接弹奏肖邦，而你却连音符都还不认识，那是不是就太离谱了？但为什么在学舞时，直接学习复杂编舞却成了我们的常态呢？由于商业利益，多数舞房更倾向于开设编舞课，严重误导了我们对学舞的认知，以为买年卡频繁参加成品舞课就是学舞的唯一方式。让我问你，当你连单一的动作都没有做明白时，怎么可能把一段舞抄下来？当你连一个脚步都站不稳时，又怎么能在跳一整支舞时不东倒西歪呢？所以不学成品舞的话，最好的学舞方式又是什么呢？拿转圈为例，很多学生都问我为什么它这么难，要怎么练？但其实问题并不在于转圈的难度，而是我们忽略了转圈的历史。就像我们没耐心追剧，就跳到最后一集看，结果对情节一头雾水。万事有先后，回看转圈，首先是把单脚站立的重心找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练习重心的切换，然后再是在半脚尖的基础上练习重心稳定。这些才是让你在舞蹈上有质的提升的训练，是你上100节成品舞课都学不到的东西。所以让你学舞停滞不前的第一个原因是学习内容远高于你的现有水平，这与你的天赋无关，关键是要选择那些真正注重培养基础的课程，像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的有根可循的提高自己的水平。这天天练基本功的得多无聊啊！我要学到哪年哪月才能跳个某某舞，发个朋友圈呀？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这么想。首先，基本功也可以编排得很有意思，它不但加强了你的功底，还能让你自我的舞动起来。其次，如果学舞光是为了发视频，那你可能就错过太多精彩了。很多学生因为一支舞、一个偶像爱上了跳舞，希望自己也能快速成为他们那样，结果学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与梦想还差很远的距离，就心灰意冷了。如果 J.K. 罗琳只抱着哈利波特能立即成名的心态，在面对反复的拒绝性和无限的经济压力时，他可能早就放弃了。让他在没有即时回报时继续前行的动力，正是他每天写作几小时，每周完成几个章节的短期目标，最终帮他创造了一个文学奇迹。所以，如果我们一味地聚焦在终极目标上，就只会放大挑战，让你痛苦不已。其实，学舞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很快乐的。就像我的学生们，从对上身毫无控制到可以轻松地做胸部绕圈，从感受不到肩膀下沉到可以感受到，这每一步的突破都在历练一个人的坚持和毅力。这种自我身心蜕变的愉悦，只有在过程中才能感受到。所以，别让过高的期望耽误了自己。相反的，设定短期目标，比如第1个月养成每周练舞2到3次的习惯，接下来的2到4个月学会全身各部位的分离运动，在半年时间内把一个30秒的简单舞蹈协调合拍的跳出来等等，都会让你看到自己明显的进步。但是如果你犯了下面这个错误，原来半年可以达成的目标，就有可能延长到1年甚至更久。什么意思？就好比2人调同一色，一人仅凭样板色调了1小时都没调对，而另一人因为有调色师的配方，5分钟就调出了正确的色彩。放在学舞里也一样，很多同学跳舞时手臂都很不受控制，想要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做相关的训练，但我们要非常清楚这个动作的训练要点都是什么。光重复练习这个动作，却不知道在发力时应该如何配合气息，具体身体哪些部位的肌肉参与，那你就成了那个花了时间还调错色的人了。你很有可能就不知道，这个动作的关键并不在于手臂，而是参与你的核心肌群和斜方肌。那老师如果不指点江山，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秘诀呢？我又不是舞阶大师。一个不会教的老师确实会耽误你的时间和努力。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3个在选择老师时一定要注意的方面：一，这位老师是否能够深入浅出地讲解每一个动作细节，还是只让学生在身后模仿自己？2，他对学生的提问耐不耐心，有没有充满好奇心的想要解决问题？我有听学生爆料，老师当场批评提问学生抱怨问题太多的 big no no。3，这个老师的教学是否真的帮你解决了问题？他的课程设计是否切中你的需求？如果这个老师以上一项都没有达标，那你就要三思了。最后一点，虽然不会让你在学武上停滞不前，但一定可以让你的武技突飞猛进。回到调赛案例，虽然同学一失败了，但是在尝试过程中，他却做了一件意义非凡的事。大家可以猜猜是什么吗？在想尽办法达成目标的过程中，他仔细观察样板色，并深入分析这个颜色都会是由哪些颜色组成。每一次尝试都让他对配色多了一些经验。从神经学的角度，这些行为可以增加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激活高级认知功能，从而促进学习和记忆。成功的学习体验还能激活多巴胺，感受愉悦，以增强学习动力。所以学武时，我们要多观察，时刻对比自己和老师，比如动作路线和造型。如果不一样，放大观察到底是哪里不同，同时还要充满思考和感受力。比如每个动作在自己身上做出来时，体感如何，舒不舒服，顺不顺，不顺的话原因是什么，自己能不能找出来？独立思考后，再多向老师提问。这样的主动学习一定会让你的进步翻倍，而你一定不想错过这个视频，因为我一步步地演示了主动学习的方法。